什么人？此处重地，闲人不得靠近。我要见里头关着的人。见人？赵玉关的都是亲犯，你算哪根葱？江雨渊，你别怕，我救你。郡主这已经跪了整整2日了，也不吃东西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劝也劝不住，谁敢硬拉？小七，随哀家进去吧。陛下，这孩子在哀家殿外跪了整整3日，哀家实在拦不住，只好带他来了。小七既有心求情，那便嫁了吧。若江临今朝为你谢家子婿，姑也就看在你父兄的面子上，饶他满门不死。谢陛下隆恩。不孝子孙谢长玉，日夜敬求神明，唯望太后娘娘岁岁年年福泽延绵。去吧，小七，去做你想做的事，爱你想爱的人。对不起，祖母。这条路虽艰难万分，但我必须要走下去。郡主，将军如今位列大圣权贵之首，您跟着享着泼天富贵，真叫人羡慕的紧。可不是，当年将军蒙难，满省京的人都说江家完了，谁成想郡主硬是陪着将军走出了那段苦日子，这才有了今日的锦绣前程。郡主当真了不起。嫁人当嫁江雨渊，做妻要做谢长瑜，这话现下连街头巷尾的孩子都会说了。几位过誉了。香囊，小娘子别急着走，今夜上元佳节，陪我们玩玩嘛。几位，天这么晚了，回家睡觉不好吗？哟，这不是江小侯爷？送你了。我的香囊呢？送人了。哎，长宇，我替你追回来的香囊，我就不能做主送人吗？又生气了，至于吗？陛下，臣有本奏，永义侯江毅阵前通敌，罪证确凿。岂有此理！传承王彻查此事。王爷，这几封书信是否需要再核验？不必了，证据确凿，按律定罪。快走，都给我快点！磨蹭什么？我半生守国门，从未负过大圣，从未负过百姓。大丈夫宁死不辱。侯爷，等等我。郡主，将军都半月没回府了，您都病成这样了，奴婢去御书台寻将军来吧。不必。夫人，将军素来视夫人如眼珠子般珍重，若是此番末将对夫人的病症隐而不报，待将军知晓后，定然不肯轻饶末将。末将记得将军还是百户那年，大军征夏回营，半路收到家书，说夫人您上山采药被蛇咬伤，将军闻戒心急如焚，用本可连进3阶的莫大军功换取了一次省亲长假。听说一路跋涉，不时不休，跑折了3匹马。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，将军那里不必传话。是。我并非对过往种种无动于衷，只是他待我好，是因为我曾10倍待之于他，我不欠他什么，如今他也快不欠我了。即使染上了风寒，怎么不差人告诉我？我才几日未归，你便是这样照顾自己的？没什么大碍，你公务繁忙，不必为我分心。明日我休一天，在家好好陪你。将军，歇下了吗？何事？
是许副将传话来说，御书台那边有些药物需请将军处理。如今时局将定，阿宇，我们也该要个孩子了。时候不早了，去吧。整个圣京城里，怕再挑不出来比将军和郡主更恩爱的夫妻了。郡主这一笔字落纸云岩，常人追之莫及，当真是天葬之才。那日我看着他盯着一幅画，出神了许久。后来我才知道那画是出自徐四小姐之手。下去安置吧。是。无妨，舒阳长公主不是外人。昨夜将军的确先去了御书台，但而后从暗道离开，回了永英巷的侯府旧宅与徐四小姐见面，不出2刻便折回了御书台，一路行事隐秘，除六子外，不见旁人跟随。这几日你辛苦些，替我盯紧点。是。不许打文安的主意。晚了，都调戏2回了。那身材百里挑一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把徐月婚藏起来了？半月前，我回过一次侯府旧宅，成王与徐国公谋逆，血亲行刑于法场。行刑那日，我登上西墙高阁，见证了全过程。郡主，六子扛着一麻袋金丝炭去了侯府旧宅，你瞒着所有人来这里，到底想做什么？我只是太想你了。晚安，回去吧，下雨了。所以回来后你大病了一场，把自己折腾成这副鬼样子。10年前你为他离京时，我便说过他配不上你。那在长公主眼中，有配得上我的人吗？你知道的，我替你杀了徐月恒，如何？真是昨日看花花灼灼，今日看花花欲落。你看大将军那眼珠子，一路上就没移开过郡主的身，当真是羡煞旁人。谁不知道，当年侯府出了那么大的事儿，是嘉禾郡主不管不顾，拼了命的将小侯爷从狱中救出。你再看那徐月恒，当年与小侯爷多好一双璧人，结果人家遭难，他马不停蹄，转投了成王怀抱。都安排好了吗？半山腰的舒亭别院里，有我留下的20名顶尖高手，10里外的青州幕府也备有1000名御军，随时听调。王良那边派人死盯，这3日他随时可能出手。江雨渊知道吗？他若足够警觉，便无需我开口。这剿贼功劳，只能是你舒阳长公主的。他竟把徐月恒带来了，捂到你眼皮子底下，你也不管？管他作甚？他如今功勋显赫，陛下与你皆要仰仗。我不吵也不闹，乖乖坐稳这诰命之位，好好过我的安生日子，不行吗？我有的时候真的看不懂你。10年前你毅然决然，你救他出狱，跟他流放，为他几乎放弃了所有。这些年，你为替他江家平反，上下奔转，又回到这漩涡中心。你为他谋棋局，搅风云，百般谋划，倾尽所有。如今当真不曾对他的旧情难忘，感到几分悔恨。那夜在侯府，我听见徐月恒同他说的话。当年成王以你的性命相危，逼我嫁入王府。成王因爱生恨，对我百般凌辱。我一碗绝丝汤下落，发誓终生不为其生育。自君走后，10年青灯，日盼君安。
当年各有难处，若要深究，论不出对错。我真是不明白，他江雨渊到底哪里好，竟让你对他的3心2意视而不见。今后你会明白的。阿姐，这些年我一直想要问你一句话。什么？那个人，那些过往种种，你当真舍下了吗？他应该也犹如这纸鸢，早已归于天地，自在去了。装模作样。位置对上了吗？回郡主，王良今夜巡逻路线与昨日不同，已在调整盯守。他手下这批人是半月前换上来的。是，禁军轮调，王良趁机大换伙，留下的皆是他的心腹。今晚你的人留在营内。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只是今晚听令行事便好。好。众卿尽欢，朕先行退场。郡主，夜里风寒，奴婢去营傍中取大躺来。去吧，快些回。徐小姐，今日的烤全羊是当真好吃，你快趁热尝尝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夫人平日里是最不贪嘴的人了，但今天瞧着也吃了不少呢。小六，我今日见你们将军待嘉恒郡主那般体贴，他平日里也是如此吗？那是自然，我们将军待夫人一向百依百顺。徐小姐，说实话，我不知道你与我们将军从前有什么瓜葛，但他每次虽面上对你冷言冷语，可转身背地里又会嘱咐我对你好生照料，就像这羊肉，也是他刚嘱咐我让我给你送来的。那你瞧着你家夫人待将军呢？整个圣京城怕没人不知道，夫人为了将军连命都可以不要，自然无需质疑。夫人，带着徐小姐快走。走。嘉禾郡主，多谢。先走出去再说。郡主为何要救我？顺手。那先前一次呢？自然因为徐小姐种过良因，方得善果。可有哪里受伤？郡主！骗子，不是说会永远照顾我吗？好痛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不起。将军，郡主他……去叫军医，快！那王良一党的人马刚冲进34乡，杀进去的时候，里面连个人影都没有，急得他团团转。其实圣上早就被我悄悄送去半山腰的舒亭别馆了，就等着他们自投罗网，最后一网打尽，干净利落。郡主，将军已在门外站了一早上了，让他滚出去！瞎了眼的玩意儿，放着自己的嫡亲夫人不救，抱着个死刑犯招摇傍事，真以为自己只手遮天了？
当全天下的人都瞎了眼不成？有些人成日里光嘴上念着报仇雪恨斩杀宿敌，我竟不知，原来报仇之道便是将仇人之女、仇人之妻当个宝贝揣怀里，呵护备至。你别乱动，怎么现如今我骂他2句都不行了？舒阳，你先回去，我与他有些话要说。谢长言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得，我才懒得管你，明儿我也不来了，你就和这忘恩负义、朝三暮四的狗东西过一辈子去吧。改明儿就算让人拆了骨头生吃了，我也不惜得来给你收尸。让将军进来吧。这一箭不深的，你放心，不会像上次那样。徐小姐就带回府里吧，侯府偏僻，不大安全，也省得你来回奔波。这些年她也吃了不少苦头，找个好人家的身份，改日就迎她进门吧。西跨院还有个主屋，我明日让人收拾出来。你当真就一点也不在意吗？你希望我在意吗？江林，这10年，你可有一日真的放下过徐月心？自然。当年落水荒庙，皇天厚土，我同你一起祭拜天地，许诺今生不负。自那时起，我便告诉自己，我江林此生只会有你，谢长熙一人。江雨渊，这不代表你放下过他，这只能说明你在尝试着接受我。爱一个人和习惯一个人是不同的。你以为你已经放下了，可当他再次出现，哪怕只是遥遥听见与他相关的讯息，你依旧会反复驻足，直至再次沦陷。你永远做不到对他视而不见，也不大舍得让他再受委屈。如今我先开口，今后也不必再顾忌于我。谢长云，有的时候我实在讨厌你这般体贴大度，好似我做什么都不能让你心起波来。世人都说他行书出众，我却一直觉得他最拿手的是草书。这些年一直为明堂暗中传递成王党羽消息的人，便是徐小姐了。我没有料到一向匿于明堂之后的山泽居士，原来便是嘉禾郡主。想来当日诏狱之中，将我的婢女带出狱，又安排她在永宁门前偶遇阿林，这背后种种也出自郡主的手笔吧。我很好奇，徐小姐如何得知明堂暗线之间的传信手段？8年前，我在成王府的暗牢中试图救过一个人，他当时已伤至肺腑，临死前求我替他传送一封暗信。那时我方知上京城的鬼调暗流中原来还搅缠着一股清流，一个力除陈珂、情扫奸佞的清正之堂。这些年，我看着李姑身边的奸邪逆臣因着我传递的封封密信被一一斩除，当真觉得山河飘摇，自己也不算混沌一场。徐小姐这样做，就不怕将自己搭进去吗？如果此番赌不准江林的心软，怕是如今已是刀下亡魂了。徐茂薄情寡义，自我有记忆以来，便一直任由姬妾下女欺辱迫害我娘，致她含恨而终，死不瞑目。李谷乖张狠巨，当年更是以阿林性命相危，逼我恨嫁。这些年来，我几乎每日都身处地狱。今朝得见阿离意气风发，又将所恨一一送上了断头台，即便要我赴死，我也了无怨言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赌阿离的心意。10年修罗狱，若不是怀着这颗愤恨之心，我早就没有什么生念了。往后会好的，我已与他商议过了，改日挑了好日子便迎你入府。你与他半生飘摇，如今就快可以平安落地了。饶是你这般宽慰，可如今我又如何配得上他，又如何能这般对不起你？徐小姐，我第一次见你时是在庆安14年太后举办的赏花大会上。那一年你12岁，诗画绝艳，美得宛如画中仙。太后娘娘说徐国公一家却格外出尘，今后可封女公子管河宫6仪。如今我想正大光明地同你说一句，谢谢徐小姐。庆安17年，在她被世人唾弃羞辱之际，你恳求成王抬手，为她的遗躯敛一层素布，留她在人间最后一抹清白。先太子李煜，字魏征，弱冠未及之年便率兵收回横川24城。他这一生执笔江山，戎马戈壁，为山河殚精竭虑，为苍生立心立命，
却依旧逃不过兄弟欲偿，朝臣构陷。君父猜忌，成王将他害死在玉楼卿的那夜，是他太子之位被废的第5日。与李煜相识那年，我16岁，北狄10万狼骑压境，连破3关，我父兄拼死抵抗，都死在了这场战役里。后来李煜带回了我，让我记在太后膝下，赐名嘉禾郡主。那些年他一直陪在我身边，治愈我，我们就这样彼此陪伴，相互扶持。我以为往后的日子都会这样，可为什么连我最后这点幸运都被连根拔走了？小七，此番去了你外爷那里，若没有传召，不必急着归京。北地风寒，你要好好睡觉，多加衣，多食肉，好好照顾自己，每一日都欢欢喜喜。我不想在那边待得太久，阿爷寿辰一过，我就回来。为何不总是嚷着要回北地吗？因为我舍不得你，因为我会想你。太子真的被废了，圣旨都下了。可不是嘛，说他荒淫无道，失德失贤，不堪继位。从前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以前人人都赞太子清正如明月，是天作英才啊。世态炎凉呗。听说现在受尽屈辱，连下人都敢给他脸色看。宋叔，你有话要说吗？3日前，太子殿下在春风楼突发恶疾，说是马上风。废太子遗身被抬出春风楼时，衣不蔽体，面不遮容，引得来往百姓议论纷纷。后来是成王殿下顾及兄弟之情，特赐白布裹身。天子震怒，言其庶民之身，死而不准入皇陵。他如今在哪里？城郊乱葬岗。他半生大义都付了山河，从不在乎身后污名，不在乎这泼天的冤屈，不在乎自己陷在烂泥里遗臭万年。可我在乎，我舍不得。明珠蒙尘终有时，守得善心严经世。有朝一日，我会为他证明。徐小姐，你也要学会为自己证明。女子大义从不拘于贞德，若她江雨渊悟不懂这道理，那她自然也不配你为她舍生取义。如此，你便去寻更大的天地。我今日来，是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说与你听。先帝驾崩，信王在大将军与长公主的拥护下匆匆继位。李国此前并非贸然谋逆，他与我父亲率兵夜袭长门，事出有因。他要找一样东西，一样可以证明由他继承大统的先帝遗诏。我知道这东西在哪儿。放开他，别动，所有人都退后。我知道你要什么，放了舒扬，我随你入陵墓。在场各位，怕是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陵墓的机关了。五皇妹，你还真是嘉禾的命门所在呢。阿姐，不要！奉劝各位最好不要轻举妄动。这皇陵内外早已埋了火药，本王若活不成，今日便只好请朱桢陪我一同赴死。这些时日，多谢江大将军替我照顾贱内了。不过夫妻一场，理应荣辱一体才好。我赢，他便风光无限；我输，也算皇权不孤。阿恒在哪儿？江大将军，你夫人尚在我刀下谋生，你怎么还顾得上关心人家夫人？成王殿下，请进。为什么？他明明说
我是最像他的那个孩子。你的确是，所以他最厌恶你。你们父子俩的眼中藏着同样的冷血与无情。他透过你的眼睛，总是看见最真实的自己，真实到他不敢面对，真实到他厌恶与恐惧。他厌恶你，如同厌恶那个双手沾满鲜血的自己。所以我注定和他一样，痛恨那些高洁干净的灵魂。当年若没有父皇的默许，我怎么敢对他最心爱的嫡子痛下杀手？明明就是他一步一步将太子推到我刀下的。凭什么我们要在修罗界里摸爬滚打，而有的人却可以如明月高悬，受尽万民敬仰？就是死，我也要拉他下神坛。谢长与你机关算尽，可到头来，即便杀了我，也只是折断一把听命的刀。真正的仇敌，你是再没办法手刃了。殿下怎知我没有呢？你可知徐妃入宫之前，曾险遭卢尚书独子侵犯，他的幼弟愤恨，持棍打其腿，被卢尚书下狱，判了秋后问斩。当年是太子殿下闻讯阻拦，断了这场仇案，令其得有生机。后来也是他亲手扶逐了你的岳丈大人，没记错的话，还令你中了一刀。圣上一生多疑，年迈时却日渐放宽了心。徐妃甚至毫不费力便帮我攻城。你可知斑壁之毒发作之时，人的肠子会先爆开，毒素蔓延至胃，这时只需用一根银针往心口一扎，砰，全都炸了。谢长民，你这个疯子，你怎么敢弑君？我有什么不敢？庆安17年后，我谢长玉此生只为报仇一事而活。你们父子伤尽天良，德不配位，视众生如蝼蚁。就连我父兄之死，不也是因你们外三拖延援军而至吗？这样的天子，上天不管，我来管；上天不收，我来收。李姑，你腿上的27根短剑，每一根都是他亲手所画，每一根的位置都是他亲手所制。我有千万种手段，可我偏要引你至此，偏要用他昔日亲手设下的机关了结你。就当他亲手为自己报了仇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这般轻松死掉的。剑上淬了毒，你会慢慢感受着五脏爆裂，直至血流而亡。当年你们将罪己昭告天上的脏山造下的孽，我会10倍100倍替他讨回。往后千年万年，遗臭百世的只会是你们，而他永远清白，永远受万民敬仰。那今日大家就一起上黄泉吧。够了，都够了。小七，快起床，哥哥带你和阿婉去放纸鸢，好不好？谢小七，你不准睡。防火墙。李维真，你死后第12年，竟还在救我出火坑。他死了吗？死了，血脉爆裂而亡，死得很是痛苦。便宜他了，还是没能亲手活剐他。那样脏手。徐小姐还好吗？幸亏你一直让文安暗中保护。江雨渊，我为什么觉得你很不高兴呢？我怎会不高兴？嘉禾郡主智勇双全，谋略无双，将所有人都保护得这般好，我何德何能有你这样的贴心夫人？江雨渊，你好好说话。谢长言，你总是爱这样只身入虎穴，从来都不在意关心你的人会不会也害怕失去你。你我夫妻10载，为何到今日你还是要一个人去担着万千风雪？谢长瑜，你好狠的心！难道这次又想留我一个人在这吃人不吐骨肉的鬼地方度日如年吗？江林，我们和离吧，或者你休了我也成。阿姐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实在太想他了，我真的太想去见他了。可是阿姐，这些年你真就不曾爱过江雨渊吗？情谊不是没有，只是有个东西
在我16岁那年便已沉在心底，此后余生，实在没有多少力气了。郡主如今身子这样弱，可不敢再着凉了。宋之，你看这窗外的海棠开得可好？有郡主日夜照拂，怎会开得不好？便是从前慈安宫里那株，也没有咱院子里这株好看。这么多年，奴婢也是今日才知，原来郡主这么多年竟从来没有放下先太子殿下。宋之，你在我身旁有多少年了？回郡主，奴婢12岁入慈安宫。郡主随将军出京时，奴婢必刚满17，加上郡君府这3，有8年了。那你可知道我第一次见你是在哪里？小丫头宋江洗衣物时撞了福江姑姑，被罚跪1个时辰。起来吧。宋之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。是，也多亏郡主与殿下心善，才救了奴婢一命。宋之，沈大人说魏征哥哥遇害那日，原是已经打算北上的，可我一直想不通，他那样聪慧敏锐的人，究竟被何人魔事牵绊住了出城的脚步？这是我在他尸身上找到的。我拢共只绣过2个兰花香囊，手笨，针结乱，花瓣纹路不入眼，他却说别有风味。其中一个当年被江林送给了徐小姐，另一个至今还在我的旧木柜里。这个不是出自我手，仿得很像，只是收线的针脚太好，险些连我也看不出来。徐小姐前些日子将她那个拿给我看，又说曾在成王衣衫上见过与这朵兰花如出一辙的针线收脚。想来当年你就是拿着这个伪造的香囊替成王去骗他出门的吧？是，我骗太子说您担心他的安危，从北境偷偷跑了回来。他识得这个香囊，不曾多加怀疑，便匆匆跟我出了府。太子殿下是个难得的良善之人，怪就怪他挡了成王的路。这些日子帮成王做掩护的人是你，暗中为他传递消息的人是你，秋猎之时暴露圣上位置，欲杀徐小姐的人也是你。只是我也要多亏有你，才能成功将成王引入陵墓，送他上路。今日你为何不掏出袖中匕首？郡主对奴婢有知遇之恩，当年若非郡主心善，我早就在那江洗房里死了。奴婢为成王卖命，卖的是自己那颗不值钱的真心。宋之，你可知道，当年将你从江洗房要到慈安宫的人，不是我，是太子啊！谢长云，你刚看到了吗？他在干什么？毁尸灭迹。你们府里这么阴急的吗？好啊，偷偷藏了什么好东西啊？秦淮春不对，你嫌劲儿不够大。月落白也不对，你一向嫌那个口感不好。哎，天啊，该不会是给我准备的女儿红吧？是你哥。他一直都在这里，有12年了。所以你当年回京给江雨渊置办府邸，一下便选中了这里。这里曾是沈阙大人的老宅，那年我在乱葬岗替他连了尸身火化之后，便将他葬在了这里。这里安静也安全，不会有人打扰到他。难怪我当年从鸡鸣寺归京，无论如何找不到他的尸身。哥哥，你在那边过得好吗？这么多年也不来梦里看看我，我真的是有些生气的。李魏征，我今天终于让阿武来看你了。他长大了，对不对？我没有骗你吧？我们都过得很好，只是……谢长云，这一次你休想再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，何况你还挟凶潜逃。长公主与大将军日理万机，特地追出来做这等无用功，未免太闲了些。谢长云，你拍拍屁股走得干净，京里烂摊子扔给谁？口口声声要帮我哥平反昭雪，
现如今罪己诏刚盖章上谕案，那帮老顽固天天围着陛下哭天抢地，说你伪造圣旨，妖言惑众，你倒好，溜之大吉了。和离书我看过了。将军既已过目，此事便作数。往后山高水远，将军前程似锦，好自为之。作数？谢长宇，当年是圣上赐婚，你说嫁便嫁；流放3000里，你说赔便赔。如今10年过去，你说合离便合离，说走便走。我江林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？一枚用完即弃的棋子。是生死与共的战友，是并肩10年的知己。江家沉冤得雪，成王伏法受首，你我结盟初衷已达成。清堂势力与海棠玉簪都留在了书房暗阁，往后你手握虎啸旗，再掌清堂情报网，足以护陛下与长公主周全，守着大圣万里河山。谢长宇，将军，大事不好！侯府旧宅走水了，徐小姐为救慈幼局的孩子被困院内，至今未能出来。城内更有谣言四起，郡主被控伪造先帝罪己诏，欲为废太子翻案谋逆。有人说将军被妖女迷惑，包庇罪缠。郭子健数百剑生现去宫门外请愿，要求陛下彻查此事。陆成，我即刻调虎啸旗救火，并命禁军封城，彻查造谣之人。等等，慈幼局的孩子都是无辜，徐小姐不该受此无妄之灾，这事因我而起，该由我来了结。算你还有点良心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临阵脱逃的软骨头。奸商！一群被人当枪使的蠢货，我这就去把他们拎起来挨个训话，看谁敢在宫门口造谣生事。别去，陆成要逼你出手，你一动他们一根手指，坊间马上传长公主仗势欺人，打压沿路，残害奸生，民心更难稳。那怎么办？就让他们继续乱废？我自有办法。将军，立刻带虎啸旗去侯府旧宅救火，务必护住徐小姐和孩子们。文安，调动清塘城中暗线，半小时内查清茶馆酒肆说书场主事人，勿惊动对方，并密查陆成近期行踪，尤其城外庄子庙宇，成王余党大概率藏在那里。明白。宫门外奸生，你打算如何处置？孤身进宫太危险。我去见陛下。先帝罪己诏真假由内府朱批、皇家御牒定论，不是奸生，也不是朝臣说了算。我派20虎啸旗护你。宫里复杂，怕有陆成安插钉子。我处理完侯府事后，即任宫找你。谢长玉，别再不告而别了。别再想着跑了，我追到天涯海角也揪你回来。我哥仇没报，江山没坐稳，你休想撂挑子。让开！本宫嘉禾郡主奉诏入宫面圣，拦驾闹事，按律当斩。想为言行负责，就继续跪着。郡主妖言惑众，伪造皇帝宜太子翻案，我等学子怎能坐视不理？宋明远，庆安21年秋颐，你以策论安边策及第，文中言名为邦本，本固邦宁。1年不到，你忘了自己写的话？侯府旧宅走水，孤同火海，你不救人，却跑来胡言乱语，这便是所谓为民请命。先帝遗诏真伪，3天后自有决断。今日若散去，该读书读书，该做事做事，皆可既往不咎。若执意扰乱宫禁，休怪本宫依法处置。别听他的，他怕我们揭穿阴谋。是谁煽风点火？出来给我站着！不必多言，陆城的人混在其中，现揪出只会激化矛盾。长公主、郡主，如今宫外流言四起，奸生围攻，此因那罪己诏来历不明，万不可轻信，更莫为废太子平反，恐扰乱朝纲，国本动摇。罪诏取自先帝灵帝宫暗阁，盖有先帝亲笔与传国玉玺印鉴，伪造与否，内府朱批自有定论，无需空口相争。废太子昔日荒淫无道，死于沟里瓦壳，铁板钉钉，若为其昭雪，不是羞辱先帝面子？先帝罪己诏已亲笔承认过错，王大人置坊间流言于不顾，岂非不信先帝亲笔？你强词夺理，还是觉得先帝无权认错？够了，朕相信嘉禾郡主，黄伯父当年冤屈，朕亦有所闻，是非须公断。传朕旨，命宗人府、翰林院、内府监3方核验笔迹印证，3天后当众公布结果。宫门奸生，宣旨令其退散，3日有定论。再扰闹者，以谋逆论处。臣遵旨。没想到这皇帝还挺有主见，比我想象中强多了。毕竟为之哥哥看着长大的，
骨子里流着一样血。侯府那边情况如何？火已扑灭，徐小姐手臂被烧伤，不严重，孩子们无恙，但受惊，已安排他们暂安城外庄园，派人看守。那就好。文安有消息，查得陆城藏在城西30里废铜矿山，带200多士兵，还有城王姨父子，3个月大，被陆城护着。果然，他动作绝非单为复仇，是为扶持那个孩子，趁幼帝未稳，图乱朝政。200士兵还想翻天？我明日就调御林军围矿山，一网打尽。不行，矿山地势复杂，强攻必伤亡惨重。若逼急陆城，恐用孩子要挟或造反，麻烦更大。那怎么办？迁陵大典何时？后日。陆城必趁大典动手，罪己诏核验结果同日公布。王宫内外群臣是他作乱最佳时机。若幼帝遇劫，陆城借成王遗孤起兵打乱朝纲。胆子忒大，狗急跳墙无所不用其极。既然他想来，我们便设局请君入瓮。好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折腾一整天，累死我了。我先回宫，明早丁和院。你们也早点休息。走吧，回将军府，有些细节还要再核对。陆城秘密联络残党，欲在千株大典当日混入仪仗队，趁乱劫持幼帝，同时派人在城中制造混乱，里应外合。胳膊伤得怎么样？不碍事，皮外伤，孩子们自己去玩吧。多谢郡主救命之恩，要不是将军及时赶来，我和这些孩子怕要命归火海。陆城作祟与你无关，是我们没算周全，让你牵连，命本捡来的。成王倒台那年，我以为死定，是将军救我命，如今又护我一次，能活一天，教一个孩子读书都是福气。侯府旧宅烧了，慈幼局毁了，重建就是。屋着再盖，孩子无处住，就先住庄子。我还想开女堂，教女孩子识字、算术、医术，让他们依靠自己活下去。江林知道吗？你想问我会不会入将军府，会不会嫁他？不，昔年倾慕过他，那是少年梦。10年间我阅尽阴谋冷暖，已非当年娇弱女子。我们隔血海深仇，隔时光鸿沟，隔千般恩怨，勉强相守也回不去。况且将军心里一直有人，不是我。陪伴他10年的你，那一辈子生死相依，我不过是过往云烟。他看你的眼神，藏不住的。你心中有先太子，是君子，值得铭记一生。但人不能总活过去，你为他报仇平反，已做够多。他若有灵，也希望你为自己活一次。徐小姐还好吗？她没事，孩子们都好。她说大典后要重建慈幼局和女堂。她能想通是好事。徐小姐是好女子，但志不在后宅，你以后不用再挂心她了。陆城暗藏30余人潜入仪仗队杂役，兵器在身。昏君无道，伪造仪仗，奉先帝嫡孙命，清君侧，诛奸佞。保护陛下。文安，追！陆管家，往哪儿跑？嘉禾郡主果然好身手，筹谋多时，终在你手中。成王败亡，你这点小动作能翻什么天？放下孩子，束手就擒，我可留你全尸。即便死，也拉他陪葬。不许动！我说了，你跑不掉。谢长云，太子平反了又如何？他死了，你这一辈子只能抱着他的骨灰，不会有幸福的。我怎么样？轮不到你说。带回去，打入天牢，严审查清所有余党。郡主，孩子没事儿，只吓着了。暗律谋逆株连9族，这孩子他才3月大，什么都不懂，既是成王之子，也是皇室血脉。这是成王遗孤，要不送乡下，改姓做普通人，免受牵连。我来安排。维真哥哥，到家了。事情了结了，你还打算走吗？是，路上吃，一路保重。多谢，慈幼局与女堂的事情有劳了。这也是我自己想做的。这匹马给你路上骑，文安会跟着你保护一路，他功夫好，我放心。
不必，我一个人走自在些。文安留京城帮你更合适。那你路上小心，有事就传信，无论多远，我都赶过去。走了。谢长瑜，我等你，不管多久，我都等。维真哥哥，我们走了，去看北疆的雪，去看江南的花。听说了没？上个月北狄来犯，江大将军率兵出征，一举击溃敌军，签了30年和平盟约。江大将军可是咱大圣的定海神针，还有舒阳长公主，把朝堂治理的井井有条，小皇帝的帝王气质也越来越明显。听说江大将军权势极盛，多少王贵族想把女儿嫁给他，都被他一一回绝。后院空了快1年，真不知道在等谁。肯定是等嘉禾郡主啊！听说当年他智斗成王，为先太子洗清冤官，本事不小，两人夫妻10年，感情深厚呢。维战哥哥，接下来我们去江南吧。听说江南桂花快开了，很香。又站这儿了，半年了，一点消息没有，你就不会派人去找找？不用找，他想回来时自会回来。若不想回来，找到了也没用。哟，现在倒想得开了。当初是谁追出城20里，魂不守舍的？等得起，10年生死与共，再等10年又何妨？路上吃，一路保重。多谢，慈幼局与女堂的事情有劳了。这也是我自己想做的。这匹马给你路上骑，文安会跟着你保护一路，他功夫好，我放心。不必，我一个人走自在些。文安留京城帮你更合适。那你路上小心，有事就传信，无论多远，我都赶过去。走了。谢长瑜，我等你，不管多久，我都等。维真哥哥，我们走了，去看北疆的雪，去看江南的花。听说了没？上个月北狄来犯，江大将军率兵出征，一举击溃敌军，签了30年和平盟约。江大将军可是咱大圣的定海神针，还有舒阳长公主，把朝堂治理的井井有条，小皇帝的帝王气质也越来越明显。听说江大将军权势极盛，多少王贵族想把女儿嫁给他，都被他一一回绝。后院空了快1年，真不知道在等谁。肯定是等嘉禾郡主啊！听说当年他智斗成王，为先太子洗清冤官，本事不小，两人夫妻10年，感情深厚呢。维战哥哥，接下来我们去江南吧。听说江南桂花快开了，很香。又站这儿了，半年了，一点消息没有，你就不会派人去找找？不用找，他想回来时自会回来。若不想回来，找到了也没用。哟，现在倒想得开了。当初是谁追出城20里，魂不守舍的？等得起，10年生死与共，再等10年又何妨？